韩国拳王朴龙水被中国选手踢断双腿，台下的韩国观众一脸茫然，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。重新站起来的韩国拳王连站都站不住了，只能勉强扶着围绳保持最基本的站立。其后韩国裁判硬生生给了韩国拳王30多秒时间的休息，即便如此，最终还是被医护人员抬走了。有了裁判的帮助也打不赢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制造这一切的使用者就是韩国主持人。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韩国拳王听了主持人的发言之后，也是拿着话筒大肆羞辱中国功夫，叫嚣中国选手。我是韩国第一巨人朴龙水，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弱小的蝼蚁，中国选手们尽管放马过来，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一脚踩死你们。这位朴龙水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可是韩国拳王金世基的师兄，所以这家伙才敢称自己为韩国第一巨人。中国18岁小将尹鹏森忍不了，听到韩国主持人和朴龙水的嚣张发言，尹鹏森直接冲上了擂台，是要把这两个最显眼的泡菜打回泡菜缸里去，让其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尹鹏森的精彩表现。不愧是金世基的师兄，一上来就有点瞧不起18岁的尹鹏森。连续的扫踢并没有让尹鹏森感到畏惧，而是与朴龙水展开内围对抗。跆拳道出身的朴龙水腿法自然很厉害，但拳法并不是特别精湛。反观尹鹏森，二话没说，直接就是重拳出击。尹鹏森，那么尹鹏森是在中德对抗赛当中也是一夜成名啊。在赛前称体重，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的。你看，这个朴龙水既有身高，又有体重上的优势。要知道，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，你看他的腿法是。不得不说，朴龙水的扫踢伤害确实很大。然而尹鹏森也在实施相应的反击动作，但朴龙水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家伙，实施完扫踢之后就开始搂抱，根本不给尹鹏森任何反击的机会。别看尹鹏森才18岁，但尹鹏森所实施的拳头力量非常庞大，要不是朴龙水有脂肪的保护，恐怕早就被尹鹏森重拳放倒了。都是非常好的。那面对这个朴龙水呢，你更多的要距离感，不要拉太远，要打近战，因为毕竟对方有身高和这个力量上的优势，而且对方练过这个跆拳道，有腿法，那么尽量要逼进去。对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台下的韩国美女开始为朴龙水担忧，不知道朴龙水有什么让他们喜欢的地方。此时此刻，尹鹏森的腹部已经被打红了，看来朴龙水的扫踢还算可以，再加上朴龙水的体重加持，所实施的每一次扫踢都特别是大力沉，即便尹鹏森防守住了朴龙水的扫踢，那也避免不了该有的创伤。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朴龙水在比赛里面身高是2米了，居然还这么灵活。18岁中国小伙大战38岁跆拳道冠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朴龙水欺负小孩呢。越是在中远距离，朴龙水就越邪恶，甚至无歇止实施夺命的连环扫踢。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刚才还在疯狂实施扫踢的朴龙水，此时正躺在地上大喘粗气。这个朴龙水已经踢出了一道血印，从这点可以看到这名练跆拳道的选手，他的力量有多大。尹鹏森就要打近战。尹鹏森在这一回合当中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。大家看，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身高左右。朴龙水的扫踢腿很厉害，这个不可否认。实施扫踢的前提是朴龙水拥有足够的体能来保证扫踢腿的力量。第一回合的朴龙水实施了40多次扫踢，所实施的扫踢都非常是大力沉，这就导致朴龙水的体能下降非常迅速。反观尹鹏森体重很轻盈，所实施的任何进攻动作都不需要浪费太多的体能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武林风走进首尔中韩对抗赛男子组步杀级的第2局比赛开始了。红方是
韩国的朴龙水，而蓝方是来自辽阳创新俱乐部的尹鹏森。尽管面对这个身高比尹鹏森要高，体重又比尹鹏森重出10几公斤的朴龙水，尹鹏森被放倒一次的朴龙水已经很无力了，就连站起来都费劲。体能逐渐不支的朴龙水所实施的扫踢动作也减少了很多。然而此时的尹鹏森正在势头上，随时都有可能把朴龙水 KO 掉。碍于朴龙水的扫踢极具有威慑力，尹鹏森并没有直接实施大举进攻猛压朴龙水，而是继续与朴龙水保持正常的正面对抗。你尽管把我的左右肋部打出了一道道的血印，但是我勇往直前。朴龙水也有他致命的弱点，就是他有身高，他光利用这种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，但他拳法很一般。此时的朴龙水开始摆烂了，呆呆站在原地等待尹鹏森实施主动出击，所实施的拳法和腿法漏洞很大，尹鹏森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将其破解。再次被放倒的朴龙水行动有点缓慢，这要是放在国际拳坛上面，朴龙水已经在被读秒了。打到第2回合来看，现在这个朴龙水体能下降太明显。我们常说嘛，齐腿半边空，但是这个朴龙水啊，因为他知道这种距离感，我踢你之后，你尹鹏森也没办法上来，因为你力量太大。面对如此扛揍的朴龙水，尹鹏森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，连续重拳重腿打的朴龙水毫无招架之力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恐怕朴龙水就要被尹鹏森打散架了。一扫摆拳上勾，在拳法上这是尹鹏森的优势。现在我们看到朴龙水已经气喘吁吁啊！你有身高优势，你有体重优势，但是你在移动过程当中很消耗体能的，尤其你出那么多的腿法。朴龙水赛前的嚣张此时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，长时间的输出也是让尹鹏森感觉到了疲惫。毕竟尹鹏森还很年轻，面对比自己大20岁的拳坛老将，尹鹏森能坚持到现在属实不易。毕竟赛前发过誓，必须要暴揍朴龙水一顿才肯罢休。再来！我们现在看到场裁判怎么突然终止比赛了？难道是对朴龙水的一种保护吗？哇！最终朴龙水的大腿都被吓软了。刚才的龟速读秒非但没有帮助朴龙水，而且还让尹鹏森恢复了大量体能。第2回合也结束了，尹鹏森的体能将会得到大量的恢复。别看朴龙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跆拳道高手，但在尹鹏森面前，他可不管朴龙水是冠军还是什么怪物，只要能暴揍朴龙水一顿，尹鹏森绝对是全力以赴，拼尽全力。尹鹏森的抗击打能力是多么的强，幸好他前面有个拳的护挡。但是现在的优势现在也已经倒到尹鹏森这边，你还能站起来吗？朴龙水，场上裁判这时候应该对朴龙水进行一种口头的劝告，这是拖延比赛时间，这是拖延比赛。第3回合还没开始，朴龙水就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即便重新站了起来，那也无法投入到比赛之中打比赛。此时此刻，裁判正在龟速读秒。时间已经过去了30秒，但裁判的读秒还在继续。虽然是在韩国打比赛，但韩国裁判也要知道害臊俩人怎么读。这明显场上裁判在有意的拖延比赛时间，这是我们规则当中所不允许的。毕竟这是中韩对抗赛。我觉得在比赛判罚尺度上，大家应该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像这种休息时间长达将近1分钟。最终比赛恢复了正常，尹鹏森还没有打够，裁判就再次介入到了其中，再次开始给朴龙水开始龟速读秒。此等行为彻底引起了民愤。难道在韩国打比赛就必须要接受不平等待遇吗？
已经给你这么长的休息比赛时间了。这时候场上裁判终止了比赛，因为他的教练扔了保命毛巾。这样的话，尹鹏森就战胜了朴龙水，赢得了胜。最终朴龙水输了比赛，尹鹏森获胜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尹鹏森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